走過太多戰役，夜照正濃在叫晚風轉色。王者的戰績，稱霸只差單隻，感性地全部豁出變無敵。還像顏色，這世界是我天生擁有的。猛風笑冷戰更冷，我在和你再處心再角力。再笑，才發現驚天的變遷。这批兰陵侍卫果然是精锐之兵，训练有素，做得好。谢皇上。要不是因为太皇太后头风发作，朕也不懂得欣赏你的优点。朕以后会常来看你的。原来你们两个早有私情，却一直瞒着我。参见御前侍卫聂多宝荣归大石烂。要不要这么隆重啊？别呀，儿子，又怎么了？第一次有汉人当了御前侍卫，简直比中状元还开心呢。你怎么了？儿子都回来了，你还愁眉苦脸的？一入关门深似海。不过既然已经入了，只好希望前程远大了。又是这个霸王姬。子宁姑娘啊，要请贵客，在我们长满楼啊大排筵席，不贵的菜啊她都不点呢。当然了，他们白喜堂并吞了千里堂，自然是财源滚滚来喽。最可怜的就是关老板，他最惨了。自从被他气死之后啊，关大嫂伤心过度，不肯见人。马老板慢走，送马老板出去。干嘛这么看我？我有钱给的。我知道你银子多，不过全都是不义之财。你说什么啊？我说你们白喜堂多行不义，吞并人家千里堂，而害死关老板。你进了侍卫营那么久，外面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多少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身为御前侍卫，明察秋毫。你做了多少坏事，我一眼就看得出来。别以为你现在当了官就很威风。当官的真的很威风啊，要不然你爹会那么喜欢巴结我们？你，对了，你什么时候也来巴结我啊？不可理喻。表哥，啊，姨父说让你写几个字挂在这儿。他说你现在是御前侍卫，写几个字挂在这儿，应该可以招来生意。你别傻了，我才不会用御前侍卫的名字来招摇。表哥，又是那个招摇撞骗的怪和尚。阿弥陀佛，贫僧与施主有缘，施主和这串佛珠更有缘呐。大师啊，你的佛珠手工不错啊，想卖多少钱？1两值。哎呀，别误会，是100两。100两？嘿嘿，施主有所不知啊，这串佛珠呢是用上等沉香所制，贫僧千辛万苦走遍大江南北才搜罗到的。哎，既然与施主有缘，就100两让给施主吧。你这个和尚真贪心，你请吧你。这位大师，你身为出家人，在这儿兜售佛珠，而且有欺诈之嫌呢。哎呀，钱财如粪土，富贵如浮云，又何必斤斤计较呢？哇，你一时又市侩贪财，一时又说4大皆空，谁知道你哪一句是真的？真真假假，随君所欲嘛。哼！哎呀，表哥，好武功啊！谢谢啊。哎呀，施主小小年纪居然武功高强，难怪会成为御前侍卫了。真是失敬失敬，阿弥陀佛。大师，且慢，且慢，且慢。施主，你不是想买贫僧的佛珠吧？嘿，你买就不是这个价钱了。哎，
你何苦在这里装模作样呢？其实刚才你在我背后一拍呢，我哪有拍你？没有，你这样吗？你一拍我呢，我立刻觉得有一股气呢贯穿我全身，我完全控制不了我自己。其实你是一位高人，不过你一定不止这2招的。你教我武功啊？行，100两是吧？不是，是1000两。哪里有这么贪心的和尚啊？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你贵为御前侍卫，6品高官呐！正所谓财源滚滚来，别说是1000两，就算2000两你也给得起呀！你弄错了，我绝对不会做那种贪赃枉法的事情。1000两我没有，10两。10两，哈哈，这是漫天要价还是就地还钱呢？10两，10两你能学到什么呀？行，本来学1年的功夫，现在你要学100年了。哎呀，大师啊，你不要再捉弄我了，我诚心跟你学武功啊。不妨告诉你，我自幼习武，对各门各派的武功都略懂一二，而各门各派的师傅呢，都说我天资聪颖，绝对是习武奇才。你不把武功传授给我，那你的武功不就没人承接了吗？你说什么？我不教你武功就没有人承接？哈哈，说的这么神。好，我就看你有多奇才。多谢师傅。哎，慢着慢着，我还没收你为徒，只是想看看你有多少慧根。那你什么时候才肯教我啊，怪和尚？等你侍卫营回来，去虚云寺找我再说吧。鱼呀鱼，你帮了贫僧呢，就是帮了聂多宝，积下无限德福，所以今生呢就免受宰杀之苦。师父，我现在就把师父毕生的武学传授给你的孙子，完成师父的心愿。希望这么做是对的。今天是你们第1天出班，连你们在内，进宫一共981名御前侍卫。既然第1天当班，新旧交替，本官会负责你们日后值班的编排。你们将会分为2队，一队由我来统领，另外一队就由太史大人统领，负责皇城的保安、巡查以及看守4门、内廷、外朝及东西12宫。太和殿、武英殿、文华殿、南3所、后3宫、南书房、御花园，都是你们工作的地方。各门均采用传筹巡更，每晚传红木棒8根，红木棒放于阙右门，每隔1个时辰传1个木棒。另外，个人值班为期12天，期间众侍卫必须留在宫中留宿，以便日夜值班，期满方可回家休息。进宫绝非闲人能进之地，所以你们每人都会获发1块御前侍卫腰牌，以后进出各处都要展示，以识别身份，明白了吗？属下明白。明白就开始分配工作。你们5个以后就由本官负责。新人报到难免紧张，不过本官向来关照下属，一定会把你们放在宫中要地。啊，他日得到赏识的话，千万不要忘了本官这番心意啊！啊，是的，表太史大人。敢问太史大人，我们将分配何处？2号沐风、李家强，暂时在御花园值班。大人，不知道我们俩将获派何处呢？本官一定会关照你们。聂德宝、恩泽，即日前往灯笼库值班，为期12天。来者何人？兰陵侍卫聂多宝。恩泽，报道。哇，灰身1寸厚，一看就知道久未使用了。那这本呢，是灯笼库的存藏目录，上面记载了灯笼库内80多种灯笼，有节日灯笼、喜庆灯笼、祭祀灯笼、大红灯笼等等。宫内不同人的身份也有不同身份的灯笼。敢问一下前辈，我们不是来负责看守灯笼库吗？为何我们要知道这么多关于灯笼的事？因为你们的责任重大，灯笼库里面全是宫中重品，当中更有烟火爆竹，稍有差池，祸连甚广，绝不可以掉以轻心，知道吗？
遵命。这位老侍卫，我听说他多年前因为得罪了步骑大人而调来此处，没机会出去。什么责任重大，不能掉以轻心。他又去午睡，我们站在这守了2个时辰，到现在为止连一只苍蝇都没有见过。恩泽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凡事只要用心，就算守门口也能够守出名堂。我们是兰陵侍卫，官拜6品，居然要我们守门口，日后怎么见乡亲父老啊？喂，我们现在尽忠职守，问心无愧，顶天立地，怎么见不得我们的乡亲父老啊？此处杳无人烟，今天居然有2位侍卫大人在这里值班，真是有趣了。上次也有侍卫被派至此，究竟是3年前还是4年前呢？我真的不知道了。如果真是杳无人烟，何故2位公公也会在此呢？莫非2位公公不是人？啊，你这奴才真是大胆呐！2位公公怎么不是人呢？不过呢，少了点。哼！慢走啊，公公！哎，一连当了12天班，终于可以休假1天了。哦，这就是你常提的长满楼。我们长满楼远近驰名，是京城的老字号。对了，安泽，你在关外居住，在京城无亲无故，你干脆搬过来住，大家有个照应。这多不好，打扰你真不好意思。不过来吃饭倒无妨。别客气啊。哎呀，多宝！哎呀，儿子你回来了！哎呀，儿子啊，皇宫是不是很大很美啊？有没有见过妃子啊？哦，哎呀，多宝啊，没见你10几天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呀？皇宫里不是吃得好住得好吗？表哥，那你一定见过康熙爷了，他是不是很有威严啊？哦，多宝哥，他是不是你同僚啊？你们7嘴8舌的问我，先回答谁啊？我多宝哥，你分别做什么差事啊？哎，我也想问这句。我们的职责那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负责在进宫看守一处非常重要的地方，不能有闪失的。先介绍一下我的好同僚恩泽，幸会。哦，原来是恩泽大人，以后请多照顾多宝啊！是啊，不敢当。表哥，那你干得开不开心啊？开心，当然开心了。我们每天都紧守岗位啊，吃得饱，睡得着，日子过得又快又充实。那就好了，娘做那么多事啊，都是希望你开心。多宝哥，自从你进宫之后啊，大事发生很多事。发生什么事啊？是这样的，自从千里堂关老板死了之后啊，关大嫂大受刺激，她开始神志不清啊。大夫说她是失心疯啊。多宝啊，关大嫂从小就很疼你的，你经常去千里堂玩，她经常拿山楂饼给你吃。难得你休假回来，还是过去看看她吧。都是那家白喜堂，逼死关老板还不够，现在还逼着关大嫂失心疯。好，我稍后过去看她。爹，你帮我准备好百宝鸭。好，关大嫂喜欢吃。好，阿生啊。哎，小心！对不起。关大嫂，认不认得我啊？多宝啊！关大嫂，哎，我今天呢，带了你最喜欢吃的长满楼百宝鸭给你，你看多肥美。我进去给你拿碗筷啊。喂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应该我问你才对呀！关大嫂一个妇道人家，你贸然闯进来，不怕被人说三道四吗？哼，瞧你说的，关大嫂从小看着我长大，不知道多疼我，我来看她有什么好奇怪的。不过你在这里呢，我倒是觉得有点古怪，还这么好心煎了药，不知道是不是下了毒，想掩饰你们白喜堂的罪证。你要这么说，我也没办法。关大嫂，快点把药喝了。我不喝，苦口良药，那你拿着，你乖啊。我没有病，我不喝药哦。真是的，关大嫂，就算没病呢，也可以喝药嘛，你就当是强身健体啊。儿子，娘等了你那么多年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啊，你是关大嫂的儿子啊？娘好想你啊，儿子啊。关大嫂的儿子呢，3年前偷了他们夫妻的银子，出走之后，到如今生死未卜啊。儿子乖，那好，你就冒充他儿子，哄他喝药。娘怎么可以乱认呢？关大嫂啊，你的儿子真的回来了，叫娘啊。耀祖，真是你啊，娘好想你啊。
是吗？娘，娘你乖，赶紧把这碗药喝了吧。何阳，那这个人又是谁呀？哦，她是你儿媳妇儿，还不快叫婆婆？喝媳妇儿茶，婆婆。哦，没想到你堂堂一位千金小姐，居然肯屈就在这里帮个大婶煎药做饭。其实是不是良心发现，知道你们白喜堂对不起人家？我知道你对白喜堂有偏见，不过我只是觉得关大嫂一个人孤独可怜，想帮帮她。怎么，刚怀身世啊？其实，在我8岁那年，我娘就过世了，想伺候娘的机会都没有。对不起啊，我还以为你另有目的呢。算了，如今关大嫂弄成这样，我只是想略尽绵力。但是我真没想到，堂堂长满楼大少爷，官居6品的御前侍卫，不是应该很威风吗？居然会来照顾关大嫂，你也很顾念旧情啊。人家关大嫂真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嘛。其实，你这个人也不是那么差，又会做菜。为什么你白喜堂要做这种事呢？其实我也反对我爹的做法，但他就是要一意孤行，我也阻止不了。以前我爹不是这样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大约10年前，他开始喜欢跟官府的人来往，如今还走火入魔，为了巴结权贵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坦白告诉你吧，我是当了御前侍卫之后，才知道官场是很黑暗的。你还是劝劝你爹，不要再去巴结那些官府中人了。我爹不会听我的。哇，开了！哇，大名鼎鼎的御前侍卫，拿砂锅盖子都不会。御前侍卫就不怕烫了吗？让我来吧。哎呀，还是我来吧。哇！没想到你小时候那么顽皮，连你爹都敢戏弄。戏弄爹能算多顽皮啊？不过没想到你胆子那么大，为了救只猫竟然敢爬树啊！请留步，不送，请留步。慢走，慢走。那你现在还会不会经常去爬树啊？哎，原来是我们大栅栏大名鼎鼎的侍卫大人呐！哎，失敬失敬。哎呀，娘，你送小女回来真是受宠若惊啊！哎，这样吧，进我们内堂喝杯茶吧。不必了，朱老板，我这种小官呢，没什么可以为你效劳的。啊，不是，告辞了。啊，慢走，慢走，慢走啊！子宁，我听他们说你去看过关大嫂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怎么还去招惹她呀？白喜堂害得人家那样，我去看望关大嫂也应该呀。爹啊，以前你说为了做生意才会跟满人官员打交道，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变本加厉？难道真的为了钱，连害人的事也要做？爹真的是骑虎难下呀！就说上次倪俊那件事好了，爹呢也被官府调查了，我还花了很多银子才能够摆平这件事。哎呀，这次真是傅太医逼我这么做的，爹是身不由己呀。女儿不想再听到爹的狡辩，你自己造了那么多孽，你好自为之。孽多薄。这里绣漏了一只马蹄，飞鹰这里也漏了几针，难怪建成会不合心意了。唉，建成还以为刺绣很简单，但是没想到当中有这么多学问。不止刺绣，其他事情也不能够只看表面的。就说娘娘绣的这幅刺绣吧，每一针每一线都用尽心思，刻意安排。别说是皇上，就算连其他人看到，恐怕也会被他所牵动，甚至意乱情迷。这幅鸳鸯戏水图只是随意刺绣，哪有桂纶所言有这样的能耐呢？随意都已经这么动人，要是认真而行，岂不颠倒众生？桂纶，何以你今天说话这么奇怪？娘娘多心了。建成，你费煞思量，无非是想取悦武王爷。我劝你还是做好自己本分，
刺绣非你所长，无谓勉强自己了。何况你怎么做，也没有娘娘做得好。这倒是，建成就不缠着娘娘了。如今娘娘一定比建成更加烦恼。建成的意思，本宫不太明白。近日皇宫盛传，皇上将会册封惠妃为皇后，难道娘娘不知此事？本宫一直未有所闻。我们也是刚刚才知道，未曾确实。若此事当真，惠妃的气焰只会更大，更加目中无人。娘娘，看来你要多花些心思在皇上身上，不要再浪费在其他人身上了。太皇太后驾到！太皇太后吉祥！免礼。谢太皇太后。刚才你们在说，花什么心思在什么人身上啊？回太皇太后，贵伦听说皇上将要册封惠妃娘娘当皇后，替皇贵妃娘娘不值，劝她多花些心思在皇上身上。又是那个惠妃。敢问太皇太后，册封一事是否当真？哀家也很想知道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皇上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曼云，哀家问你，西洋香水一事，皇上是否向你大发雷霆啊？回太皇太后，只不过是一场误会，皇上并没有责怪臣妾。真是一场误会，这么简单？只怕有人从中作梗，坐收渔人之利。贵伦，此话何解？回太皇太后，当日惠妃娘娘皮肤出现红肿，就一口咬定是皇贵妃娘娘存心陷害。若非五福晋也出现此症状，证明与西藏麝香香油相冲，根本就不关皇贵妃娘娘的事。但是已经被惠妃娘娘乘虚而入，蒙上不白之冤啊！虽然事情已经真相大白，但是皇上对皇贵妃娘娘仍然心存芥蒂。如今还说要册封惠妃娘娘当皇后啊！这个惠妃心肠真是歹毒。太皇太后，这些只是二福晋的猜测，不能坐实。哀家现在明白一切了。小盒子，摆驾。太皇太后驾到！臣妾给太皇太后请安。怎么惠妃的眼里还有我这个太皇太后吗？太皇太后的意思，臣妾不太明白。宫中盛传皇上将会册封你为皇后啊！这件事，臣妾真的不知道。西洋香水一事，你明知道与皇贵妃无关，但是你却在皇上面前告他一状，这又何以解释？太皇太后，此事臣妾本身也深受其害，臣妾只是说出事实，并非有心针对皇贵妃娘娘。是人是鬼，是真是假，你以为哀家不会分吗？哀家一直都给你机会，但是你就没好好的珍惜，反而机关算尽，一次又一次的在皇上面前用奸计来害皇贵妃。我没有啊。你有。先前一副马头琴，继而就是一瓶西洋香水，如今还在宫中盛传皇上将会册封你为皇后。你为了当皇后，还有什么奸计使不出的啊？此事实在是冤枉啊！哀家从来不会冤枉人的。其实这件事，宫中很多人都看得穿，就连二福晋也都这么说。难道他会冤枉你吗？太皇太后口口声声说没有冤枉臣妾，但是捉贼要见赃，太皇太后可有证据证明是臣妾的所为呢？哀家不需要证据，哀家的眼就是证据。既然你这么执迷不悟，就休怪哀家对你不客气。惠妃娘娘，惠妃娘娘！
皇上驾到！皇祖母，惠妃怎么样？太医在诊断中。奴才参见皇上。平身。惠妃怎么样？皇上大喜，惠妃娘娘已怀有龙胎。真的？让奴才为娘娘写下药方，多加进补，自能母子平安。好，你快点开药方吧。奴才先行告退。皇上，惠妃不必多礼，免得惊动胎儿。既然皇上这么关心你，你要好好的珍惜了。惠妃，你现在怀下龙胎，母凭子贵，此乃托皇上的洪福，希望你以后懂得珍惜皇上对你的恩宠，更加应该懂得分轻重，千万别行差踏错啊！日后为皇上诞下龙儿，哀家自然就会对你安心了。臣妾一定谨遵太皇太后的教诲。真没想到这个惠妃居然有这种福分，恐怕以后她会更加有恃无恐了。也许这就是天意，太皇太后也无需介怀。要是惠妃真的可以为皇上诞下龙儿，乃是大清之福才是。你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永远为他人着想，从来都不理会自己是不是吃亏。臣妾并没有吃亏，能贵为皇贵妃，有福侍奉皇上，更有太皇太后宠爱，已经是臣妾几生修来的福分了。你心地善良，不过哀家不会要你委屈一辈子。他今天有免死金牌，以后如果他有什么行差踏错，哀家同样可以把他打入冷宫。太皇太后原来想对付你啊！这个老太婆早就看女儿不顺眼，她要对付我，只是早晚的事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不要去惹她嘛。那又怎么样？幸好女儿早就收买了钟太医，那个老太婆才奈何不了我。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嘛。女儿当然知道了，所以一定要好好保住胎儿，万万不能掉以轻心，以致滑胎。不过我听太医说，因为你的身体太过虚弱，根本不适合怀孕。万一腹中的胎儿保不住，届时你失去这个护身符，我担心太皇太后不会放过你啊。如果届时真是这样，女儿自有办法。反而这次最可恶的就是二福晋桂伦，是他在老太婆面前重伤我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二福晋这么做呢，只不过是想帮皇贵妃，这点爹可以替你分忧。爹认为你还是安心养胎，女儿啊，我们父女的将来全指望她了，啊？王爷记不记得，这个送子观音像是妾身当年的嫁妆，我们成亲之后很快就怀有宝胎了。妾身想把这个观音像送到皇贵妃娘娘那里敬奉，希望她得到观音菩萨的庇佑，早怀龙胎。原来如此，你真的很关心表姐。我当然关心了。如果惠妃怀的是小阿哥的话，一定会意气风发。要是当了皇后，我看表姐以后的日子一定不好过的。表姐向来知书达理，琴棋刺绣无一不晓。不知道王爷认为表姐是不是当皇后的人选呢？有你表姐当皇后，当然是好事了。那当然，要是表姐真的当了皇后的话，那妾身就可以安心了。不知道王爷是不是也这么想呢？当然，爱屋及乌，她是你表姐，就是亲上加亲。王爷，刚才严玉明严大人送封信来，想请王爷去翰林院一聚。
难得王爷大驾光临，并且为《康熙字典》提笔撰写部首，此乃奴才的光荣啊！举手之劳，不必客气。素闻王爷对汉字有所研究，奴才斗胆，请王爷留下多加指教。不敢当，互相研究。奴才却之不恭啊！严大人编修此《康熙字典》，不论人手和工序，看来都一丝不苟啊。王爷，就以这个“和”字，有口是和，没口也是和。如果人人能够以和为贵，和平相处，那天下万事都很容易办了。以严大人所言，这个“和”字似乎另有深意。王爷英明，实不相瞒，惠妃虽然是奴才的女儿，不过她从小娇生惯养，心直口快，就算在宫中说话，也时常会得罪人，连自己都不知道。严大人家学渊源，惠妃娘娘聪明秀慧，深得皇上宠爱。王爷话虽如此，不过小女始终是心直口快，先前就这样得罪了二福晋，其实小女已经有悔意了。所以今天奴才恳请王爷向二福晋代为请罪，免加罪于小女，以后他们两人就和气相处，以和为贵啊。妇人之间口舌争辩乃常见之事，严大人务须介怀。本王自会好好管教二福晋，正如严大人所言，以和为贵。王爷雅量，奴才就此谢过。严大人，有个字好像注解出错。王爷，奴才失陪片刻了。请。王爷，不是有什么事吧？此《康熙字典》是否由严大人亲自主编？当中每一个字也都由严大人亲自过目。这个当然了，皇上有命，绝不能有误啊！所以字典中所有的细节都是经过奴才亲自审批，然后下印，绝不假手他人呐。关和尚，刚才那招是不是这么打？你已经把拈花微笑融会贯通啊！没想到你领悟力还不错，这么快就掌握到了。不是吧，怪和尚？你是说我已经学会了？你前前后后教了我3招都很简单，你什么时候才肯教我上乘功夫啊？这就是上乘功夫了啊！因为你有慧根才学得这么快，贫僧真是佩服佩服。你还贫僧？你一招收我100两，3招加起来你有300两了，你怎么贫呢？刚刚才夸你有慧根，学武的人怎么可以墨守成规啊？要举一反三，融会贯通才行嘛！来来来，一拳打过来，不好吧？再来。那虽然只是3招，但是不是3-1得3呐，或者是3-3归9，可能还是3-9 27呀。那看你这么有慧根，那我每隔10天教你一招，你不出3个月，你回到侍卫营一定所向无敌，到时候你升官发财。我早就说了，我当御前侍卫不是为了发财的，我绝不会做那些贪赃枉法的事，我一心呢只是为天下百姓谋福祉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官场黑暗？正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与其同流合污，为何不及早抽身呢？怪和尚，为何你的想法这么偏激啊？你怎么不想想什么叫出淤泥而不染呢？我过5关斩6将才能够成为御前侍卫，我不会这么容易放弃的。嘿，嘿。你又搞什么呀，怪和尚？好好的挖个洞干什么？这个是海，我想把石头丢进去，塞石填海。塞石填海，这个叫水坑。你只要把石头丢进去呢，
一会儿就可以把它填满了。如果你真的想塞石填海呢，你应该到外面的大海，然后把大石块一块一块的扔下去填满它。不过我肯定你填一辈子都填不满。我担心海水冲上来，冲走我的屋子，移走山呐。海水冲上来，冲走你的屋子，移走山。那，你不妨这么想，这个是海，那个是山，山是山，海是海，根本就互不相干。你干嘛要管他们呢？哎，你说的对啊，这个是海，那个是山，海是海，山是山，它们不分大小，互不相干，互不侵犯。其实海就是你喽，山就是官场喽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深入官场呢？你绕这么大的圈子，又是想劝我不要当御前侍卫吧？怪和尚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你是出家人，我是凡夫俗子吧？那我呢，年轻力壮，那你是不是想说我年高德少，就快登上极乐西天了吧？那我可没这么说啊，你自己说的啊。我只是想说呢，就是我年轻力壮，我还有我的理想，还有我的抱负。我当御前侍卫，真的想一心报效朝廷。就算他日我能够做一个大官，我也是一个清廉的大官。行，那总有一天你身陷险境呢，就会明白我说什么了。我怎么不明白啊？你经常跟我说这么多道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官场真的很黑暗。我一进了侍卫营，就被排挤，给调去灯笼库守灯了。我现在见灯笼多个见人。哦，要解决很简单的8个字：及早抽身。早走为妙嘛。我早料到你会这么说了。不过算了，我只是发发牢骚。总之，我继续跟你学武功，我就不信我没有出人头地的一天。今天到此为止，告辞。怎么样，人家小媳妇儿，你婆婆在外面喊肚子饿了。你干脆等开饭再来，指望你做饭给关大嫂吃啊？她早就饿死了。那我被海和山阻挡了嘛，才会耽误了一点。然后我买了菜来，很有诚意啊。对了，你有个侍婢叫可儿嘛，你怎么不叫她来帮你呢？关大嫂只认我这个儿媳妇跟你这个儿子，其他人根本就进不了屋。难道看着她饿肚子也不管啊？不过我这个儿媳妇不知道还可以做多久。干嘛这么说呢？你做得很称职啊，而且我这个便宜儿子也做得很开心，就经常有你做饭给我吃。我很疼啊！你再敢占我的便宜，我下次就是拿刀了。开玩笑的嘛。我这个人不会开玩笑，你不是有心帮忙就不要再来。关大嫂已经够可怜了，连亲生儿子都不要她。这倒是，有时候不是亲生的反而更孝顺。是啊，虽然我不是爹亲生的，但是我也很孝顺他。你不是你爹亲生的吗？爹说我小时候啊，我亲生爹娘沉船遇难，爹就当帮朋友收养了我，但是一直拿我当亲生女儿。可惜我亲生爹娘连个坟也没有，春秋2季都尽不了子女的孝道。我明白。你明白？你也是孤儿啊？不是。对了，我们要尽快帮关大嫂找到儿子才行啊。我已经派人去找了，不过在没找到之前，我跟你仍然是他的儿子和儿媳妇，分别就是看他什么时候逼你休妻。怎么会呢？你这个儿媳妇做得很好啊，下厨的手艺又好。他经常嫌我做的菜不好吃，不是太咸呢，就是太淡。我看他吃我做的菜啊，老是皱眉。我看应该跟厨艺无关。你是不是不懂得调味？我不懂得调味。这锅汤你调味了没有？还没有。我教你一招啊。有一招呢，这叫仙女散花。并不是这样就把盐撒下去，你要推后一点，推后一点，倒一把盐。哇，这么多盐啊！当然不是全部倒下去了，远一点抛啊！看清楚啊。这么撒法？你看，那刚刚掉进锅里那些分量呢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可惜弄错了。不会错的，因为这锅是甜汤，不是咸汤。大人，御前侍卫未经卑职通报，擅自闯入啊！看你原来是编修重地，
擅自闯入必受重责，即使是御前侍卫也不能豁免。卑职奉皇上旨意，请严大人马上进宫面圣。皇上敕令，翰林院编修处一干人等不得擅自离开，所有翰林院的物件一律原封不动留在原处。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翰林院，也不得擅作加减改动，违者以抗旨论。小心把字典原稿带走。启禀皇上，严学士在编纂字典之内，大逆不道之字是在于“清”字的注解。清者，与浑浊相对，肃清、矫清、清君侧，乃一点不留之意。严学士编修逆典，以“清”一字反义为名，污蔑我大清，悖乱万民为实，乃大逆不道，罪无可赦。严玉明，臣在。朕想听你当面解释。臣深受皇恩，心无异志。臣编修字典，内容注解是文字之意，并无反逆之意，只怕有奸佞小人存心污蔑，求皇上明察。皇上，切勿听信逆贼巧辩。拿来明珠，你一向歧视汉人，就算皇上满汉一家，你也是阳奉阴违。没想到今天你用这种毒计来陷害本官，求皇上明察呀！皇上，对严玉明这种乱臣贼子绝不能手软。两位大人勿需争论，这次事关大逆之罪，牵连甚广，兹事体大，绝不能草率行事。皇上自会审慎处理。严玉明，你先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单凭一个“清”字的注解，要朕治严学士及一干人等重罪，恐怕只会重蹈前朝大兴文字狱之覆辙，此非朕所愿见。皇上英明，圣上宽忍，不治严玉明之罪，只会姑息养奸，后患无穷。明珠，你冷静一点，朕自会查明真相。严玉明，臣在。朕命你暂停编纂字典工作，待一切查明之后，再做定断。臣遵旨。云起天變色，走過太多戰役，夜照正濃在叫晚風轉色。王者的戰績，稱霸只差但借，任性地全部豁出變無敵。還像顏色，這世界是我天生擁有的。猛風笑冷戰更冷，我在和你。在處心在角力，成敗也相差一線，雷電又再閃三箭，從未見執起弓箭，還在笑，才發現驚天的變遷。